皇妹，你也太单纯了。真是不识趣，说完了还不快滚！太子，求您放过四皇子，他现在已经太子之位让给了你，你又何必置他于死地呢？这太子之位本该就属于我，要不是那个老不死的偏心偏向，太子之位怎么可能轮得到他？他要是还活着，我这太子之位怎么能坐得安稳？四皇子已然痴傻，他又如何能夺走你的太子之位？我当初留他性命，只是让他变成痴呆，已经是我的仁慈了。什么？居然是你！星河，你是真龙之命，为师已经将你的三魂七魄封印，只待时机到了，封印自会解除。竟被封印了整整5年，还穿越到了这个废物皇子身上。李星河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命李星河即刻前往凉州与孙公主和亲。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感谢你，真是兄道无脑。太子殿下的话，你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吗？只要你今天从了太子，那么从此以后，你我二人便可以姐妹相称了。没想到安妃身处后宫高位，竟与太子做出如此龌龊之事。你敢忤逆我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。说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龙香君的军营里？不知道太子在说什么。不说是吧？今天就让你陪本太子玩个痛快！放开我！太子请自重。你还在为那个废物守身如玉？我自知你武功高强，你今天要是不从了我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那个废物。想杀我呀？你也配？你这废物竟还敢前来！好，本太子今天就送你一程。你，不可能，他身手怎么这么好？反了，反了！你竟敢伤本太子，给我杀了他！放肆！胆敢谋杀皇子，信不信我诛你们9族啊？四皇子今日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本王是红国唯一的太子，在红国，本王就是天。动手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笔账，咱们可得好好算算。本王可是当朝太子，你若敢杀我，父皇定不会饶你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，送你与老三相聚。四皇子不要！什么？老三？李星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可是弑兄之罪，父皇定会将你凌迟处死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父皇定会将你凌迟处死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圣旨到！皇上有旨，宣太子与四皇子觐见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为何不跪呀？你可知弑兄是什么罪名？回陛下，四皇子弑兄之罪，其罪当诛。陛下，此子已经痴傻，而今又做出弑兄之事，暴虐成性，此子定不可留。陛下，还望您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不要念及父子之情。他今日能做出弑兄之事，明日必然会做出更多出格的事情，还望皇上早日决断，以绝后患。都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那我今天就拿你们几个来立威。父皇，是3个先动的手，4哥不是故意的。一个傻子，一个孩子，能说什么好话？简直是一片胡言！你个小孩子，还敢胡说八道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我妹妹说话？
你个大傻子，不但杀了人，还敢在大殿上嚣张！我要将你凌迟处死！我要将你凌迟处死！谁说我是傻子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爷爷太祖皇上扫六合平八方，开疆扩土；我父皇天策下皇，定东海下西洋，开创盛世。我贵为本朝四皇子，身上流的正是红国皇室的血脉，岂容你一个阉人在这侮辱我？我再告诉你，这红国呢，是我李家的天下，自然由父皇说了算。看来我儿已恢复神智，轮得到你来插嘴吗？你就是想僭越谋反！皇上，奴才绝无此意啊，还望皇上明鉴。你一个太监，哪来的胆量呵斥皇子？斩了！皇上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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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公公。那么诸位还有什么想？好啊，不愧是我皇室血脉，李家子嗣，和朕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星河，哎，先皇临终前已经把你和北凉的孙公主定下了婚约，如今婚期已到，你即刻回去准备，明天一早就出发去北凉吧。儿臣遵命。李星河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与北凉公主联姻，你给我等着！叶兰，以后由你来保护星河，你要尽心尽力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遵命。去吧。诸爱卿也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皇上，北凉如今兵强马壮，已经有谋反之意。四皇子此次之行，凶多吉少了。哎，妇人之见，倘若他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了，那他也不配做我红。太子殿下，纯真不想嫁给那个废物的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你不会嫁给那个废物的。嘿嘿嘿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殿下，北凉使团已经到达京城，他们是要与殿下退婚。这北凉敢退我的婚，真当老子是软柿子啊！不过，听闻这公主可是北凉第一美女。这几个北凉人应该就住在这儿吧？真不愧是北凉第一美女啊！谁？哎呀，哎呀！你是何人？我当然是你未来的夫君啦！放肆！你深夜擅闯本宫寝宫，还敢
敢口出狂言！脾气这么暴躁，肯定是更年期了，怪不得要退我的婚。那我便要跟你耍一耍。这么晚了还在洗澡啊？难道是为了我吗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哎呀，我就是你的夫君，看看怎么了？你竟然敢对本宫不敬，本宫定要杀你！你敢这么和你夫君说话，信不信我告你谋杀亲夫啊？你放开我！母后，儿臣有事求见。母后，你是宋太后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份？那你是谁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？如果按照大体意思来讲，我应该是你女婿。你就是那个废物四皇子。别说话，这件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咱俩都没命。本太后就算拼上性命，也不会让你这个废物玷污清白。好啊，那叫人试试啊！北凉皇母竟然在私自约会自己的女婿，这件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永远都抬不起头来。别，凡事好商量。你先放开我。母后，儿臣进来了。别进来，母后正在更衣。你赶紧先躲起来。我躲起来干嘛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胡闹！要是让天佑看到怎么办？他又不是你亲儿子，怕他干嘛？满嘴胡言！我定不能把女儿许配给你，你跟小小必须退婚。哎呀，岳母大人，让您的女儿跟我退婚，难不成是看上我了？混账东西，说什么话？哎，岳母大人激动了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放肆！竟敢对本宫如此不敬！明日我定要将你的所作所为告诉圣上。好啊，你去告啊！据我所知，北凉王死得早，然而你现在还是个处子之身，将你的女儿公主嫁给我，看我高大帅气、一表人才的，你一定是嫉妒我。逆子！母后，我能进来吗？别进来！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，你先躲起来。等天要走远了，你再出去。好。参见母后。哎，大舅哥，大舅哥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是不是还在长身体啊？谁是你大舅哥？哎，你怎么在我母后的房间出来？不是，我们大人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小屁孩来管呢？啊？好好站岗啊！找死！住手！四皇子深夜前来是为了和亲一事。你就是四皇子啊？来得正好，我要与你退婚。这才是北凉第一美女啊！哎，我身为红国皇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退婚？一个即将被废的皇子，还敢拿身份压我们？就是，要不是我们北凉，你这个动不动就尿裤子的软蛋，怕是连皇子之位也保不住。哎呦喂，这么说来，我皇子之位是你们来定的？那是当然，你若不是我们梁国女婿，怕是这宫里的猪圈都没有你的位置。废话少说，我们来红国只有2件事：一，找天策下皇要赈灾款；第二，赶紧把这份休，别到时又笑尿了裤子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你们呢对我红国早已是俯首称臣，况且这婚约是当今圣上定的。我说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连皇命都敢违抗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昨天我们已经见过了皇太子，而且太子殿下也对我妹妹一见倾心。你觉得皇上会在乎一个痴傻的皇子，还是在乎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太子？哎呦，既然是我大哥的中意之人，那这婚更不能退。你，今天你想退也得退，不想退，杀了你照样退。都给我住手！今日事到此为止，明天大殿再议。我们走。慢着，本宫准你们走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杀我们不成？你们北凉啊，乃是我红国的附属国，见到我
太后可以不用跪，你们为何不跪啊？嘿嘿，对了嘛，我堂堂北凉将军，不可能向一个废物下跪。我跟你讲清楚啊，我洪国呢，乃是率土之滨，你们是没有资格提退婚，只有我休了你们。还有啊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劝你啊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大将军吗？怎么，连个废物都搞不定？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李星河现在竟变得如此厉害，我完全不是对手。太子殿下，这李星河实在是不知好歹，竟打伤我哥哥一只胳膊，这口恶气，太子殿下可一定要替我出了。有美人在，我保证那个废物必死。有美人在，我保证那个废物必死。你来干嘛？殿下，这叫什么话？我是殿下妃子，伺候殿下不是应该的吗？上次是我不对，还请殿下见谅。这杯酒我敬殿下。看来这孙公主果然还是要加害于我。殿下为什么不喝啊？说是还在怪小小，还是小小做的不够好？既然是爱妃倒的酒，我岂能不喝？殿下，这酒滋味怎么？殿下，这酒滋味怎么样？这酒啊，它……废物就是废物，一点防备心也没有。就凭你，还想耽误我救太子妃？这殿下用的是什么毒？能一击致命吗？毒？哼，那未免也太便宜他了。我用的是西域的催情酒，就算是八旬老翁喝了，也能鸳鸯被里成双对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还有这种好酒？殿下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？父皇最近频繁出入四皇子府上，看来李星河这个废物还是觊觎我的太子之位。哼，出来吧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带上来。走，走！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把这个废物带来了？还真是便宜这个废物了。殿下，一会儿你就拿出看家的本领，好好伺候他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别想救你的父亲和你的妹妹，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父皇，定要把你这淫乱后宫的祸害碎尸万段！父皇，大事不好了呀！我四弟他吃醉了酒，霸占了我的东宫啊！嗨，这又何？酒后失态，人之常情嘛。等他明日酒醒，父皇替你责罚他。不光如此，他还玷污了安娘娘。哎呀，这又……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他二人现在就在我东宫，不仅霸占了我的东宫，还强占安娘娘，说自己才是真命天子，明天就要当太子，后天就要当皇上。他压根儿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，父王！哎呀，混账！
这简直就是混账啊！来人呐，速去东宫！我要将这个逆子碎尸万段！哎呀，安妃娘娘，你可真漂亮！安妃娘娘，你可真漂亮！真是个傻子，一会儿皇上来了，一定会把我们都杀了。这么说来，安妃娘娘是在担心我吗？娘娘不用担心，你的父亲啊，我已经救出来了。你骗人！我没有骗你，我不光救了你的父亲，还救了你的妹妹和她养的一只斑点狗，叫做……豆啊，对，你把他们真救出来了？不对，你不是四皇子，你到底是谁？哎，娘娘啊，我是谁呢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咱们两个都能活命。啊！哎，参见陛下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民女叫小青。小青，怎么是你啊？安娘娘人呢？安娘娘？什么安娘娘？不是太子殿下您叫我过来的吗？不是太子殿下您叫我过来的吗？这个太子啊，他定要害我。哎，这样，你去怡红楼找一个叫小青的姑娘，想办法把她带进宫。可是这宫里戒备森严，我如何将宫外之人带进来？你给她一些银两，她自然就进来了呀。还有啊，叫她这么说，这样告诉她啊。我怎么回事？说。陛下饶命！民女是怡红楼的花魁，时常得太子宠幸，今日得太子召见进宫，陪太子寻酒作乐。可今日太子却非同寻常，与民女寻欢作乐的过程中，太子却突然晕倒，民女十分害怕。可太子又突然惊醒，疯疯癫癫的向屋外跑去。民女想逃走，可四殿下在门口饮酒。民女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躲在这榻上。你撒谎！我说这皇宫戒备森严，你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武功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说。是太子殿下给了民女一套御林军的军装，御林军亥时在东城换班，民女便混入御林军中。进入皇宫。皇兄，你糊涂啊！知道这御林军是什么吗？是我们皇家禁卫军呢，是保护我们皇家的最后一道屏障。你怎么能滥用职权，把军阀视作儿戏呢？你住嘴！你竟敢滥用职权，招妓入宫！我们皇家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！安妃娘娘到。臣妾参见皇上，不知皇上深夜把臣妾招到东宫，所谓何事？安娘娘，你说说，是不是这个废物喝醉了酒，然后霸占了我的东宫，还想在东宫强占你？哎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，皇兄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哀经父皇明鉴。皇上，你可一定要相信臣妾的清白。臣妾一整晚都待在华清宫内，根本就没有见过二位。臣妾一整晚都待在华清宫内，根本就没有见过二位皇子。安娘娘，在我父皇面前一定要如实禀报，否则你知道后果的。皇上，臣妾句句属实，臣妾宫里的宫女可以为臣妾作证。你们都在撒谎！明明是这个废物霸占了我东宫，还要在东宫强占安娘娘。等等。我知道了，父皇，皇兄啊，他是得了癔症了。癔症为何物？这个是我在医书上看到的一种怪病，此病啊，能将现实和梦境
混淆在一起，严重者还可能发疯啊！所以啊，皇兄啊，他一定是患上了这种病，把梦境当成现实了。对，你这，不对，这皇宫之内戒备森严，太子是怎么染上这种怪病的呀？父皇，你有所不知啊！这种病啊，发病因素有很多，咱们好比说啊，食物中毒，水土不服，纵欲过度，父皇，可够了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你不但利用职权招妓入宫，你还污蔑四皇子和安妃有苟且之事，辱我皇家清白，你该当何罪？父皇，是儿臣一时糊涂呀，你就饶过儿臣这一次吧。四弟，你帮我求求情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实在不行，您就放过皇兄这一次吧。毕竟皇兄害我，只是疾病发作，并非有意为之。皇上，父皇啊，我也只是突发了癔症啊，你就饶过儿臣吧。都是朕的儿啊！既然星河都已经为你求情了，朕就放过你这一把。哎呀，但是，你利用兵权招妓入宫，朕就将你的兵权交给星河。再让朕知道你跟宫外的女人有染，朕就废了你的太子之位。谢父皇。既然小青已经入宫，就别走了。小青，快过来，拥抱我的父皇。谢陛下，皇上啊，谢陛下，皇上。想不到这个李星河还有点本事啊！太子殿下，不如现在我们就把他……你个莽夫，此为下之策。他虽然是个废物，但毕竟是皇子，他若是死，父皇定会严惩，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啊！太子殿下，那怎么办啊？他要是不死，今天上朝之后，我可就要嫁给他了。太子殿下，老臣倒有一计，可为太子殿下分忧。参见陛下。我北凉使团此次前来，只为2件事。这第一，是来完成我女儿与四殿下的婚约；第二，是想和夏皇申请赈灾款。北凉国正在经历100年不遇的旱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庄稼颗粒无收，还请圣上下放赈灾款，我北凉100万子民必将铭记于心。北凉是我红国的附属国，遭此天灾，理应相助。马大人，户部还有多少银两可以使用啊？回陛下，目前国库空虚，户部已不足50万两白银。50万两？怎么会这么少？回陛下，四皇子挪用了白银800万两，为自己修宫造殿、大兴土木，实在是荒淫无道。星河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启禀父皇，确实有此事。只不过，儿臣不是为自己修建宫殿，而是为了修一条能够连通南北的运河。胡闹！北凉城的百姓连粮食都吃不起，还拿着赈灾款挖什么狗屁运河？父皇，开凿运河，我选用的都是北凉城的难民，这样不光解决了难民食宿的问题，每个人每个月还能领到5两银子的工钱。那么，孙将军，请你再回去看一看，如今的北凉城还是不是当初你那哀鸿遍野的模样呢？我不管，我北凉国年年税贡，如今受灾，红国理应下放赈灾款。如若不然，我北凉国的百姓定会揭竿而起，起兵造反。
司令，明知北凉国内受灾害，却还为了一己私欲挪用赈灾款，你还真是罪该万死啊！四皇子简直肆意妄为，视百姓生命为蝼蚁，这样没有担当的男人不配做我夫君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我北凉国不需要这样的女婿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父皇，赈灾实为下策，可以解决一时，但可不能解决一世啊。本来啊，北凉就少雨，干旱已成常态。今年赈灾，明年赈灾，还能年年都赈灾吗？运河开凿呢，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凉缺水的问题。这样呢，就能形成南水北调，通船通商，互通有无了。四皇子这话的意思，是说我北凉国是红国的雷。四弟难道是因为被剥夺了太子之位，心存不满，所以故意挑起两国纷争？你竟如此大逆不道，陷父皇于不义呀！清河，你作何解释？父皇，儿臣的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开凿运河不但能解决眼下北凉难民食宿的问题，而且呀，功在千秋，滋养万民，也会让父皇青史留名。国丈，您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老臣以为，修造运河确实可以造福万民，理应支持。但是这赈灾款也迫在眉睫，四皇子作为北凉国的女婿，自然责无旁贷。好，既然事情因我而起，那么请父皇给我3天时间，我定能筹到500万两赈灾款。这话说的真是好笑，你3天就能筹集到500万两银子。既然大舅哥有兴趣，那敢赌吗？赌什么？若是我赢了，你就削职为民，交出兵权为我所用；若是我输了，我就自裁认罪，如何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还请皇上替我们做主。既然星河这么有信心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朕拭目以待。给我等着，3日后我定叫你死无全尸。启禀殿下，近日宫中传来消息，说是四殿下在府内摆酒设宴，宴请所有京城的青楼与酒楼的老板。现在才想起开店赚钱，未免也太晚了些吧？一个废物而已。此子现在深不可测，我猜在他身后定有高人指点。倘若真是让他赢了，日后他在朝中的地位将无法撼动。无法撼动，危言耸听啊！不过既然孙将军跟他有了赌约，那就定不能输。既然如此，小小，你就去看一下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及时向太子禀告。四殿下，不知你这赈灾筹款筹集的怎么样了？这不正是一筹莫展的吗？哎，不过你来了，我倒是有一点灵感。就只是灵感？你可要知道，3天之内筹不到款，可就成死人了。到时候我就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妃。哎呦，是吗？那为何我就不能在死前好好享受一把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妃子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，我哥定叫你千刀万剐。千刀万剐？你真当我不知道你要害我这件事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我提醒提醒你，你是不是派人将带有北凉印记的酒壶埋在我家后花坛里，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给你2个选择。这第一呢，就是乖乖听我的话；这第二啊，就是我会将此事告诉父皇，随后将你即刻杖毙。你要知道啊，这谋害皇子呢，可是大罪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啊，孙小小，啊，孙小小，我选第一。选第一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
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孙公主她被四皇子给欺负了。什么？混账东西，成何体统？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李星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拜见岳母大人。谁是你岳母？哟，岳母大人这么激动，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你怎么能如此欺负小小？她是我妃子，我们亲热亲热，天经地义嘛。是你的妃子，你也不能强迫她呀。哪里强迫她了？是她自己愿意的啊。哎，岳母大人这么激动，是不是吃醋了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混账东西！哟，岳母大人，你要知道，有了第一次呢，就必有第二次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岳母大人应该最清楚。你再敢胡闹，我定请你项上人头！杀了我！你们两个处心积虑想要置于我死地，我若是真将那瓶子交给皇上，你觉得你们两个什么下场？行，我们答应你，但是我定不会与你做出荒唐的下流之事。哎呦，你是我岳母嘛，我能对你做出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这不是要赚500万吗？所以你要干什么？哎呦，干什么？你是我女人，我又不能卖了你，对不对？走进来看看，走。哎，谁是你的女人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呢，就是本皇子为你准备的现代流行乐，没见过吧？嗯，还真不错，是不错。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们红国有没有懂打击乐的？打击乐啊？你说的是编钟吧？要说这京城内编钟打得最好的，也就是苏苏姑娘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苏苏姑娘3年前就已经闭门谢客了，不见任何人。那我倒要去会会，我就不信还有我拿不下的女人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跟我去干嘛？我去保护你的安全。就真的只是保护我的安全，不是怕我被拐跑吗？嘿嘿嘿。哎，你给我站住站住！谁啊你们？啊，我乃当朝4皇子，有些事情呢要找一下苏苏姑娘。又是你们这些皇子！放肆！你敢对皇子不敬？哎，休得无礼！姑娘是有见过我吗？没见过。反正你们这些皇子没一个好东西，害了我家苏苏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就因为当朝太子强迫苏苏姑娘进宫献艺，苏苏姑娘不肯，太子便派人打断了她的腿。哎，又是我那大哥。这样，你回去通报一下，就说呀，我不光能治好苏苏姑娘的腿，我还能替她报仇。真的？真的。去吧去吧去吧。那你们等着，我去通报一下。嗯。你真的有把握？试试喽。苏苏姑娘说可以见你们，跟我走吧。就是你说的能够治好我的腿？没错。不过，苏苏姑娘得让我先看看你的腿才是。想治好我的腿可以，不过你是皇子，你必须签下生死令。若治不好，你就得死。若治不好，你就得死。
没有人能够治好我的腿。我之所以见你，并不是因为你能替我疗伤，而是因为你是皇子。我想报仇，你若敢签，你就治；你若不敢，那就请回吧。怎么，害怕了？姑娘，这件事情呢，虽然是我大哥干的，但也算是我皇家对你的亏欠。你放心，你的腿我一定治好。行，那开始吧。又嫩又细，又白又嫩又细，光滑。你摸够了吗？我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怎么样，能治吗？能治好，不过呀，您可能得再受一次苦。只要能够治好我的腿，我受多大的苦我都愿意。啊，这个治疗的办法呢，就是要把你的腿呀再砸断一次。什么？你果然是来害我的！你们害我一次还不够吗？姑娘息怒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如果我治不好，我愿意一死。哎，嘿嘿。好吧，感觉如何？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四殿下，我家小姐什么时候能下地走了？按理来说的话呀，伤筋动骨怎么也得100天。这么久？不过，这不是有我在吗？这个呢，是我给行军将士配的药，只要抹上它，我保证你明天就能下地走路。谢过四殿下，谢过四殿下。我应该怎么报答你？不如以身相许吧。啊，倒也不用。如果你明天能走路的话，那就来怡红楼找我吧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那就来怡红楼找我吧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Put your fucking hands up! 我唱的好不好？好听啊。我在舞台上帅不帅？非常帅。今天给我赚这么多钱，辛苦你了啊！好好睡啊，先走了。
先走了。李星河，给我出来！李星河，干什么？小点声，没看你睡着了吗？你放开我妹妹！你给我等着。来，我看怎么回事。来，你要对我妹妹做什么？李星河，你妹妹现在是我妃子，怎么着？我对她做什么不理所应当吗？就凭你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碰我妹妹？四殿下这般行事，实在有伤风化。呸！你身为一个臣子，我一个皇子，你教我做事，你疯了！哎呦，李星河，现在好大的威风，怎么现在就当太子了？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太子，你妹妹就是我的妃子，你就是我的国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谁要当你国舅啊？谁会当一个尿裤子人的国舅啊？四殿下，我们今日前来是为了北凉赈灾款一事，还望四殿下以国事为重。对，之前不是和我有赌约吗？说3天之内筹集到500万两银子，是银子呢？1分没有。哎呦呵，我就知道，怎么你个废物就是个废物啊？你又说我是废物啊？对，我就说你是废物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脑子只有这个，我现在一直跟我儿子，虽然我他因为他是我的，他要我最大的所以他把我天经地义。四殿下，君子一言，既然如此，就请四殿下遵守赌约，让出皇子之位，并自裁谢罪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能当上皇子，是因为我身上流淌的是皇家的血脉。你们几个敢废我吗？啊！怎么着，李星河，敢跟我打赌，现在不敢承认了啊？我身为皇子，何人敢耻笑我？虽然说我赚不到，但是你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妃子，她可是有本事啊！她呀，可是京城最大的大明星啊！哎呦，不可能，我妹妹不可能帮你。有什么不可能帮的？你妹妹现在嫁到了我家，她就是李家的人，她来帮我天经地义。还真有几百万。既然你都输了，就应该遵守承诺，交出你的将军之权，学之为民。嘿呦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四殿下，孙将军的将军之位乃是北凉国宋太后所赐，就是要撤职，也要宋太后下旨才是。就是怎么让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你，你敢想？孙将军，你答应我的事，现在不遵守承诺了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要是被人们知道，你说你这孙大将军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有脸了！四殿下，撤职之事事关重大，我们要面见陛下，再做定夺。说的没错，我正好想看看父皇应该怎么说呢。那就随我去见父皇，看看父皇怎么定夺。走啊！走啊！你走！你不走不走？走！走，我走。节外请急着见朕，所谓何事？陛下，老臣听闻这四皇子整日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饮酒作乐，不顾皇家颜面，实在有失我皇家的风范，还请陛下定夺。简直是胡闹！你身为皇子，怎么能跟那些底层商人混在一块儿呢？父皇，儿臣也只是为了一些赈灾款。差点把这事儿忘了。你那个赈灾款筹集的怎么样了？启禀皇上，四殿下确实已经征集到了700万两白银，其中500万两已经送往了北凉城进行了赈灾，其中200万两已经冲入国库当中。700万两啊！你3日之内是怎么赚到700万两的？这真的是闻所未闻呐！儿臣自然没有那个本事。是北凉的孙公主，是她替儿臣赚到了700万两。孙公主竟有如此才能？确有此事。现在，孙公主可是我们京城的大明星，甚至有人愿意出高价进京一睹孙公主的芳容。好啊，清河，你还真是给朕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只是啊，当日孙将军与儿臣在大殿之下立下赌约，如今孙将军输了，该将他削职为民，交出兵权吧。
既然有赌约，自当践行。皇上，我兵权乃我母亲宋太后所赠，既然要收回兵权，也得我母亲同意，岂能容她红口白牙几句话就收回兵权？孙将军，你北凉本就是我红国的附属国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我父皇乃是真龙天子，你既然在我父皇面前立下赌约，尔等定当遵守，否则便是欺君之罪。我这四皇子看来确实是变了，好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此子定能强胜我红国。既然有赌约在，应当遵守。传我旨意，即日起革去孙天佑的官职，削之为民。皇上，我不服！你不能削我兵权，如有不从，打入天牢。我定会将这事告诉我母后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此事不妥。国璋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教我父皇做事吗？臣绝无此意，微臣只是担心此事会引起两国争端。他若是敢跟我红国起争端，那就打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李家的子嗣。即日起，朕予你先斩后奏之权，若有人再敢冒犯你，斩。谢父皇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我这个儿媳竟然成了京城第1明星，朕定要去看看。這晚在跟蹤我如，這晚在跟蹤我如，心中的兩個腳點不定要我跟他歸家，深宵的冷風不爭吹起他，他那又有眼神，快要對我説話，淺淺聲言，飄飄聲言，默默轉奶爸，對我説浪漫情人愛我嗎？真心的晚風，應付為他。以後選妃啊，就按這樣的類型選。是遵旨。各位客官老爷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我们的榜一大哥呀诞生了，他就是京城4少第1少的皇上。好耶！好，我再充10万两。哇！皇上没银子。借我10万两，真没有啊！我罚你1年俸禄。有，银子在此，妇人之见，我这是为了北凉的灾民和天下之繁荣。来，音乐继续奏，继续舞。啊！来一个，来！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，什么时候放我走？放你走？我说你是我的妃子，我就算放了你，你能去哪儿？不如呀，你就好好待在这儿，服侍本王好了。我哥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哦，你哥孙将军啊，他已经来过了。他不光没能救得了你，还被收了权力，削之为民了。什么？你竟敢叫我哥削之为民？不相信是吧？那你自己去问问他了，恐怕你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哥呀，现在不是在天牢，就是被太子给救到东宫里去了。总之，皇上已经给我先斩后奏的权利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李星河，你敢？你应该叫夫君的。住手！叶兰，来得正好啊。那个，
我看这几日练兵太过于操劳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呢，叫做防晒霜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想知道它干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但是你得先把衣服给脱了。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事。想什么呢你？我又没让你全脱。这样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这个防晒霜啊，它的功效呢有很多种，比如啊，你看涂在手上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它能让皮肤保持细腻光滑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它防晒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拿回去试一下？本将是飞凤军统领，只需要操练好士兵就够了，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这个东西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神奇？这个东西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神奇？大哥，喝好了。今天的妞也漂亮。开心，明天我还给你。不长眼的东西，去！还是个小娘子。今天大爷我喝多了，改天俺找你玩儿。改天，我给你找个过来。站住！你是谁？把他给我扶起来。他？你小子呀，你知不知道大爷我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，磕3个头，跪下，磕3个头赔罪。不用！我给他磕头，他也配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不过是一个死人嘛！我告诉你，他是边城的战士，他用生命捍卫着红国土地，是守护一方百姓的英雄，岂容你这般羞辱？你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大爷，你饶命啊！好，回来，你饶命啊！是谁如此大胆啊？何头领，给我杀他！不让你走了吗？小子，你的勇气可嘉，可惜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拿下！何统领，难道都不问一下缘由吗？缘由？像你这种蝼蚁，也配需要缘由？你只要知道，敢动我的人，今日你必死！我看你们是想造反。叶侍卫，末将何天参见叶侍卫。参见四皇子。侮辱龙湘军烈士，按照律法该如何处置啊？辱我龙湘军烈士，按律法杀无赦。四皇子，饶命！去把姐姐扶起来。何统领，求求你，你给救救枪，饶了我吧！四皇子饶命！
四皇子饶命！我可是太子殿下的人，你敢杀我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身为储君，竟然纵容手下祸害百姓，你这太子之位也该到头了。哼！李星河，你竟敢明目张胆杀我的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想不到李星河还有如此手段，还得到了你的4万人马落到他的手里，我们将无法与其抗衡。哼，4万兵马，我怎么听说只有1万残兵啊？太子的意思是？统领啊，这就是太子殿下英勇的骁骑。回四殿下，这些士兵都是太子亲自挑选的，除重伤员外，数量已不足5000。四殿下，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皇上？都以为兵强马壮才能打胜仗，殊不知这些百战的老兵才是千金难买的宝贝。统领，我想看看他们身上的伤。所有人卸甲，脱衣。是。四殿下有令，所有士兵脱掉上衣。老子可是一位北辽兵出过战场的人，居然在这里让我们脱衣，羞辱我们！这天寒地冻的，是想冻死老子吗？脱！四殿下，这些兵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怎么上战场啊？要不然就给他们一笔遣送费，让他们返乡养老吧。你父亲没教你？统领啊，这些士兵挑的还真是不错。好，记你一大功。如此看来，你也是爱兵之人嘛。以后这些兵啊，交给你来统领了。啊，谢四殿下。哎，你只是让他们脱衣，这如何是兵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士兵呢，受伤在前，代表是英勇的士兵；如果伤口在背后，代表的是懦弱的逃兵。此验兵方法不知有没有效，但好歹是个方法。原来如此。四哥，这些兵的伤能治好吗？紫金啊，别人不行，但是四哥我可以。是真的吗，四哥？真的呀。这些兵啊，虽说是受了伤，但是并未伤到筋骨，只要按照方法医治，一定会恢复如初。恐怕这些兵呢，伤的是心，不在身呢。请问你也是士兵吗？对，我是红国最勇敢的士兵。你是谁？我是红国的七公主。我也要保护你。谢谢你，这个给你，这是我四哥最爱吃的。你们为我红国付出这么多，我代表红国百姓感谢你们。你们身上的伤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勋章。诸位，紫金说的没错，这20年来，敌人一直在侵占我们的国土，杀我同胞，虐我族人，使百姓们生不安宁。但是，正因为有你们，使你们这些老兵跨上战马，从皇都走向边境，敌军骁勇，但是我们的国土未动分毫。正是因为有你们，敌军才知道我们红国没有怂包。但是诸位，我知道你们从红国回来没有受到嘉奖，但是你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无上光荣。这20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梦回到战场上，提着刀从帝都杀到边城。俺也一样，俺也一样。老兵不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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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兵不死。那么诸位，还愿意提起你们的刀，与我出战吗？愿为四殿下效死。哎，多谢诸位。太子殿下，听说李星河不单单只懂这些，还将他们训练成极强的战力。他要是得到这些，以后越来越难。
人呢？哎呀，跟了我一晚上，累了吧？用不用我背你回去？胡说什么？我这是奉陛下之命，保护你的安全。哦，奉陛下之命。你说你一个红国第一美女，又是万中无一的高手，整天围着我一个废物皇子到处转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？无耻！哎，你从我出门的时候就一直在跟着我，难道不是为了监督我，怕我跟北凉公主做出什么事情吗？我对你的私生活可没什么兴趣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是萧妃娘娘临终前嘱托我，要我保护你。哦，母后，你是龙香军的人？龙香军的将军是我的父亲。哦，那你就是天龙将军的女儿了。我已经把真相都告诉你了，免得殿下对我有非分之想。走吧，紫金还在家里等着咱们呢。孙公主，谁？太子殿下有请。太子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四殿下逼我才这么做的。四殿下？你叫那个废物四殿下？我是派你去刺杀他。怎么？你喜欢上他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可恶。连你也要背叛我？太子殿下，我没有，我对太子殿下忠心耿耿，只是我觉得他罪不至死。你竟然敢背叛我，那你就只能去死了。背叛我的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像，很像。那是自然，老夫研究易容术这么多年，能达到如此相像的高度，放眼天下，唯有老夫一人。先生果然好手段呐，那还望先生守口如瓶。老夫一定永远保守秘密。太子殿下饶命！太子殿下饶命！你也一样，否则这便是你的下场。是。太子殿下，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我果然还是喜欢你这一款，李星河。你会喜欢我送你的礼物的。说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过是在宫里逛逛。叶童，你为何如此紧张？你最好不要再让我发现你对四殿下图谋不轨。四殿下，你和他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侍卫，奉皇命保护他的安全。放肆！见到本宫还不跪下？我为何要跪你？我是四殿下唯一的妃子，见到我就如同见到四殿下。你一个小小的侍卫，竟敢对我不敬，就不怕我告诉皇上？你跪下！你究竟将皇家威严视为何物？末将拜见四皇子妃。这就对了，你要记住，
我是四皇子妃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给我安分点。叶兰，你跪在那儿干嘛？我去看看。嗯。叶兰姐姐好像生气了。是吗？那你快哄哄她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殿下，殿下您是饿了吧？我做了些饭菜，殿下尝尝呀。孙小小，你跟叶兰都说什么了？殿下说什么呢？我今天可没见过叶统领。我劝你最好给我安分点。殿下，殿下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菜，您尝尝。你等一下，菜里有毒！放肆！你竟敢诬陷我！诬陷！殿下，我亲眼看见他下毒。殿下，我见殿下读书读得辛苦，所以才亲自做的这个菜，没想到他竟然诬陷我，还请殿下替我做主。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殿下，你要相信我。这菜里如果没毒，你敢吃一口吗？这是我给殿下做的，我为什么要吃啊？你分明就是心虚。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太医马上就到，一验便知。不要，殿下，这个菜没有毒，请你相信我。你一定要将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吗？你步步紧逼，究竟居心何在？你若没下毒，你为何心虚？微臣参见四殿下。刘太医，验毒。我说不许验！你分明就是心虚，你为何不承认？你竟然这样对我！你多次谋害四殿下，我定不容你。殿下，叶兰，放了。他多次谋害四殿下，为何还要放了他？我将你视作姐妹，你竟如此害我！我可没有你这种歹毒的姐妹。刘太医，验毒。是。启禀殿下，这菜里没有毒。什么？刘太医，这菜里果真没有毒？刘太医，你是不是验错了？老夫行医多年，叶统领，难道不相信老夫？还请四殿下明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分明看见他下毒。叶统领，说的是这个吧？这是盐，我今天做完菜，发现忘记放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拿这个诬陷我。殿下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够了，都是误会一场，这事儿到此为止吧。我将你视作姐妹，你竟如此害我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可怎么做人啊？我自领80军棍，以示赔罪。叶兰，叶兰，叶统领，军棍的滋味怎么样？
不好受吧？放肆！本宫与你说话为何不应？跪下！参见四皇子妃。叶统领，你说我这是盐呢，还是毒药？你要是敢害四殿下，我必杀了你！杀了我？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！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殿下，他不仅冤我，现在还要杀我！你把剑放下，快点儿！殿下，我怕。站住！你立刻给小小道歉。我给他道歉？我父皇是让你来保护我的，不是让你来我宫内作乱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现在立刻给小小道歉，否则我让父皇将你赶出去。你为了他，竟然把我赶走！你现在竟敢忤逆我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懂的，谁才是真心对你好？我看得非常清楚，明明是你拿着剑指着小小的。那你为何不问我为什么指着他？我不需要知道。总之，你拿着剑对着小小就是你的不对，所以现在立刻给小小道歉。好了好了，殿下，既然姐姐不愿意，就算了，毕竟我也没受伤，就原谅她这一次吧。我不需要你的原谅。站住！本宫让你走了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30。殿下饶过叶统领吧，他已经挨了80军棍了。他敢违抗我，难道不是忤逆吗？殿下，这是命令。是。我自己会走。谢殿下替我出头。没关系，小小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李星河真的将叶兰赶走了？千真万确，不仅如此，还当场打了叶兰30大板。我看这叶兰呀，是再也不敢回来了。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红豆的这块是普通的糕点，绿豆的这块藏有西域剧毒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吃上一口，定会在1个时辰之内死去。李星河和叶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李星河死了，所有人只会怀疑叶兰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全身而退。是，可是如何让他吃下这有毒的？我这个四弟从小就讨厌红豆，断然不会选择红豆糕。事成之后，你不但是北凉的公主，更是我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李星河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孙公主，宋太后有要事找您商议。好，知道了。殿下，你回来啦！小小，母后都找你聊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闲聊了一会儿。小小，你辛苦了。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有点头昏脑胀，身上没有力气，先扶我回房休息吧。好。
李星河死？李星河死了？哈哈哈哈！干得漂亮！你真的确认他死了？千真万确，这4块糕点都被他吃了。4块？你亲眼看到他吃了？是，没有。但是我亲眼看见他回来，4块糕点都没有了。陛下，要不要我去确认一下？不，这次我要亲自出马，就算他没有死，我要亲手宰了他。李星河，你是斗不过我的。中计了，走！大哥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匆忙啊？李星河，李星奇，你这逆子，不思悔改，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父皇，是孩儿一时糊涂，还请父皇恕罪啊！哼，你还有脸来求我？你身为太子，竟做出杀害胞弟一事，你该当何罪？父皇，李星河他杀了我3弟，你为何只罚我不罚他呀？你还有脸提老三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三怎么会死？是你指使老三，差点将星河冻死在大殿外。此事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原来你都知道啊！呵呵，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，是你绑架安妃的家人，威胁安妃与你私通，我定轻饶不了你。父皇，父皇，孩儿知错了，饶过孩儿这次好不好？饶了你3番5次的加害星河，就算我饶了你，你问问星河答应吗？四弟，你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，你求求父皇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，四弟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您就饶过大哥这次吧。星河，你真的原谅他了？儿臣并没有原谅，只是觉得亲兄弟一场，也不想让父皇沾上亲儿子的鲜血，不是吗？哎，好吧，既然星河都对你求情了，朕就饶你一命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朕即刻废了你的太子之位，贬为副，终身不得入宫。拖出去！父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父皇，孩儿知道错了，父皇。饶我一命吧，皇上！太子逼的我，皇上你饶我一命！陛下，小女也是一时糊涂，星河，你就放过她吧。星河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你放过我吧，星河。星河，哎，此人交你处理吧。说，到底是谁？星河，我是小小了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真的是小小星河。小小，李星河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女儿？他若是真的小小，我定不会杀他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正的小小啊，脖子后面是有印记的。你看他有吗？没有。那我的小小呢？你的小小恐怕没了。小小，我的女儿。没想到这皇子府都是太子的人，这太子阴狠毒辣，定会对你下手。从明日起，我将派我的亲兵保护你，日夜保护你的安全。
避免你被那些图谋不轨的心机女暗算。你还有亲兵啊？别看她们都是女兵，她们可都是出自龙香军的刺客营，个个身怀绝技，身经百战。女兵？那我明天便要看看他们的实力如何。既然是亲兵呢，那我就要对你们进行特种训练了。首先呢，你看你们的铠甲这么重，对实战肯定会有影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就特此为大家准备了一套我量身定做的作战服，所有人卸甲换装。哈哈哈哈！这个呢，就是为你们准备的战斗服，不仅呀轻薄透气，而且弹性俱佳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奔跑的过程中还能减少阻力。哈哈哈！好了，现在开始训练。开始。启禀皇上。何事扰朕清修？听说四殿下养了一队亲兵，这又何妨？是女兵。这又何？女兵？皇上，快扶朕前去看看。皇上驾到！儿臣拜见父皇。平身平身，你们接着练。哎，父皇您坐。星河，哎，父皇，刚才他们为何物啊？父皇，我呀带他们练瑜伽呢。是瑜伽呀？啊，对呀对呀。好，瑜伽是何物啊？父皇，我给您科普一下，瑜伽呢其实有很多好处的。第一，强身健体；第二，延年益寿；重中之重，它能增强耐力。增强耐力？扶朕起来呀！哎呀，又伤凤凰。父皇这就走了。哎呀！皇上，爱妃呀，你不觉得今天的朕和往常不太一样吗？实在太快了，臣妾还没有躺平，要不臣妾再好好感受一下。下次吧。这个星河呀，竟敢骗朕！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保重龙体呀，皇上！是瑜伽，压根一点用都没有。陛下，会不会是与女兵的服装不同，所以说训练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呢？对，就是衣服的问题。这个姿势做的倒是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你缺少一个核心。你这个腿立的时候，你下腿稍微弯一点点嘛，对吧？重心给它，这个互相多加练习啊。好，这个好。星河，哎，父皇，他们身穿为何物啊？父皇，此物呢名为瑜伽服，不仅能勾勒出完美的曲线，重中之重的是啊，方便一脱嘛。能不能给父皇也来一套？哎呀，皇上，臣妾不行了。朕的腰也快不行了。皇上用力，皇上就差一点点了。皇上，皇上。经过呢这几天的训练，我觉得呀，你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发生了各自的强化。接下来开始最重要的一项，
实战训练。各位，没想到吧？其实呢，在实战当中，经常会遇到这种锁扣方式，看我怎么解开它。你不是想练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不是能打吗？打呀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到亮了。星河，你3日之内筹得赈灾款，开运河，又给朕清除了一个大祸害，朕都不知道如何赏赐你才好啊！父皇，儿臣不要什么赏赐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小小的请求啊？讲。儿臣希望父皇能允许我娶叶兰为妃。叶兰，末将愿意。这样，叶兰啊，你呢这次保护4皇子有功，朕封你为骁骑将军，并且允许你和星河成婚。谢陛下。谢父皇。别谢我呀，叶兰，以后啊你要好好的服侍星河。对了，早点给朕生个小皇孙。末将愿意。儿臣愿意。好。恭送父皇。我们要不要为爱做点事？你要干嘛？没听皇上说吗？难道你要违抗皇命？怪不好意思的。紫金呢？紫金呢？一天没看到紫金了，快把好消息告诉紫金呢！快些擦！赶紧擦！快些擦！赶紧擦！你4哥可是最爱吃橘子的，你只要把这块地擦完，我就把这个橘子给你。好，你说话算话。真甜。太甜了。这是我从地板上捡来的，不算偷吧？当哥哥的傻，当妹妹的是小偷，看我不打死你们！我让你们偷东西，让你偷东西啊！我他妈让你偷东西！我已经擦完桌子了，你可以把橘子给我了吗？哦，哎呦，来，给你，哎呦，你这个废物皇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吓咱家一跳！放肆！你个阉狗竟敢这么和皇子说话！哼，你这个娘们儿竟敢骂我！咱家可是太子殿下的人。这5年欺负过我妹妹的人，都得死。你好啊！你今天仗着有这个娘们儿撑腰，竟敢对太子不敬！我定要禀明太子，让太子殿下将你处死！你最好跪下，把咱家的血舔干净，咱家考虑放你一马。还敢无视咱家？咱家今天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啊！四殿下饶命，奴才该死，奴才没有保护好七公主，让她误食了有毒的糕点。紫金不会的，紫金一定不会的。
好吃。要是我全部吃完，四哥肯定不会怪我的。殿下，皇上，李兴起，我定取你狗命！太子殿下，动手吧！你以为我不想？我恨不得立刻冲进皇城，将李清河扒皮抽筋。只要太子一声令下，我手中4万倍联军一定攻下皇城。太子殿下，季公主死了。什么？子期怎么会死？是吃了毒点心。现在皇上已下令全城搜捕凶手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太子殿下，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大事不好了！大皇子骑兵造反了！什么？大皇子和孙将军已经攻进了皇城，现在已经挟持了皇上，要求让你去见他。来得正好。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大皇子一向视你为眼中钉，此次他定要取你性命。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都要取他狗命，为紫禁报仇。儿啊，咱们父子之情，就因这太子之位，你便要造反？我才是大皇子，这太子之位本该就由我来做。你却听信李兴和这个废物的话，因为一件小事废了我的太子之位。李兴和呢？李兴和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！住手！李兴和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看看，你好好看清楚，这就是你做的孽！当初你就应该死在宫殿之外，都是因为你！我问你，那糕点是你放的吗？不是我，紫禁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要是吃了那块点心，紫禁就不会死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！太子，收手吧，你已经害了七公主，就别一错再错了。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你叫我怎么收手？我告诉你，皇城已经被我包围了，凡有不服我者，就地格杀！如果现在收兵，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，我会向皇上请命，饶你一命。皇上，我看你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处境啊！皇宫内外皆是我的人，我只要一声令下，他们立刻就能杀进来。我才是这红国唯一的皇上。尔等见了皇上还不下跪？儿啊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一起胡闹？你知不知道这是谋逆？还不是因为李兴和这个废物夺我兵权，还将我削职为民，如此大辱，我怎么能放过他？皇兄，你真的以为你这样就能当皇上吗？皇宫内外的禁卫军都已经被调走了，你现在根本就是无力回天。皇兄，今天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定能取你狗命。况且城外还有3万的龙香军在把守。哼，龙香军，你怕不是白日做梦？我当日亲眼看见龙香军全军覆没，哪里还有什么龙香军？天佑，你说什么？龙香军
果然是你害的。是我又怎么样？龙香军是我灭的，只要龙香军在，我北凉就永无出头之日。龙香军乃我北凉盟军，你竟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！母后，相信我，他们一定是在骗你。龙香军已灭，我4万骁骑军，只要太子一声令下，马上将此地踏为平地。到时候，太子就是当今皇上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将。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。白日做梦！你城外的4万骁骑军早已经被龙香军消灭了，你们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不可能！我骁骑军骁勇善战，不可能败。报，孙将军，皇城东侧杀出来一支打着龙香军的军队，4万骁骑军已全军覆没。什么？儿啊，你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。叶星河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没想到你竟有如此的本事。皇兄，看在你我2人是亲兄弟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收手，我留你全尸。你让我束手就擒？你们也配？我贵为红国皇子，未来的圣祖明君，你们以为这样我就能屈服了吗？你们都得死！贤妻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父皇，这个位子本就应该我来做，其他人都不配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竟如此大逆不道！你闭嘴！我现在要你宣布，由我来继承皇位。你已经杀了自己，还要背上弑父夺位的骂名吗？事已至此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的计划。皇兄，你若是这么做，可真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这都是被你所赐，我才是大皇子。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可以做这么多年的太子啊？我好不容易夺回太子之位，还是因为你，父皇才会把我削职为民，都是你的错。你当初为什么不死在殿外？你为什么要死而复生？既然事情因我而起，杀了我，放过父皇。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放了父皇，我做你人。你少诓我了！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不敌你。你不仅抢了我太子之位，你还夺走了我的女人。我今天就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是怎么坐上这个皇位的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宣布我才是真正的皇帝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！快！好，我答应。我现在就是红国的新帝，你们为何不跪？跪下，否则我杀了他！看见了吗，李金河？我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！皇兄，你现在已经是皇上了，我求你放过父皇。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他求我。放了他，可以，除非你死。天佑，去砍掉这个废物的！天佑，去砍掉这个废物的脑袋！李星河，受死吧！天佑，不要！
天佑，天佑！皇兄，你已经无力回天了，束手就擒吧。我没有输，是天要灭我，不是输给了你，李星河。你，下一个就到你了。放过我儿天佑！交给你处置，替你父亲报仇。今天我就替6万龙象冤魂向你索命，受死吧！不要，天佑！父亲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替你们报仇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授予4皇子李星河太子之位。即日出兵北上，前往北凉封地，抵御外敌，钦此。父皇垂爱，重情拥护，儿臣定不负。星河，世人均称你为英雄，可父皇倒希望你是枭雄。英雄多情，所以气短；想要成大事，便要无情。一正一邪，一代枭雄。多谢父皇，去吧。小星河，好的。星河，星河，别睡了，赶紧到你了啊！快点！哎，来了。哎呀！李星河，我要你的命！开个玩笑。Hello， 四殿下。四哥，大哥的橘子能吃吗？此时不吃，待到何时？来，可劲儿造，来个大的。哎，你们演员又偷吃道具东西啊！